哇，吓死我了！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迷路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典型的阿拉伯建筑。哦，你所看到的每个房子啊、树木啊，长得都很像。哦，所以在这边就有很多那种弯曲的这种小径啊，你始终找不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它非常非常特别。但是我们来这个地方啊，绝对不是来这边逛街或来这边看它的建筑，我们是有目的的。艾万克杜拜逛大街到底有啥目的？吃早餐要先换装，这是什么道理？阿拉伯烤面包里，我吃到童年的甜美记忆。街边小店香料功效神奇，老婆唠叨，它可以帮你处理。传统中东料理体验，国厨作陪我吃出到底。高塔里的贵妇甜点，精巧造型我目眩神迷。前进星期五市场赶集，放眼却只见水果摊林立。大口尝试牛奶干，重咸的口味让我想放弃。还要介绍好康餐厅，藏身阿布达比新地标里。东地中海5国料理一网打尽，皆大欢喜。玩在中东，爱在生活，艾万克我边吃边玩，不想离开这里。你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最快的方式啊，就是什么？人家说啊，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今天是来吃早餐的，看看人家阿拉伯早餐怎么吃。可是我们绝对不是随便吃，为了要表示我们的敬意啊，我们可是有准备的。你等一下哈，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有诚意？可以看一下我今天这身的打扮，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一群阿拉伯人在那边吃饭，我们穿这个衣服走进去，人家看到会很仔细看到，摸，眼神跟眼神都要是会心的微笑。这个人了解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是用心来的嘛。我告诉你，好，就穿着这件衣服来，咱们吃饭去。老实说啊，眼前这些像迷宫一样的窄小巷弄，电视机前的你们是不是觉得跟鹿港摸乳巷有点像呢？只是啊，它宽了一点。这里是杜拜的风塔大泥屋，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哦。告诉你哦，你不要以为走在这里头上没有遮蔽物会被热死啊，错。因为建筑物的交错让阴影无所不在，而且啊，这里有种特殊的降温方式，冷气都还没有出生时啊，阿拉伯人就已经在享受空调了。好奇吧？等一下再帮你解答。因为我突然发现，怎么每个人都穿得那么的帅气啊，只有我，哎呀，穿成这样。现在就是跟他那上面打个招呼啊，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他也问了人家说，你们喜欢这样子的早餐？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都没有人穿这件衣服，就只有我穿？不是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吗？ No spinning. All right? It's a concept of hospitality, conversation, relaxation, enjoying and getting to know the other side. So, when we have the breakfast here, do we have to wear kandula here? To wear like this? Yes. No, you don't have. Yeah, because my group tell me if I have the breakfast here, I have to wear like this. Really? But I thought no one wear. Nobody's wearing like that. So you're the only one who's gonna eat the food? I don't think everybody pays for you to eat like that. OK 我说导演啊，谢谢你给我机会啊，穿阿拉伯的白袍，但是下一次可以全厅一起穿吗？不然这样有点糗嘞。这个阿拉伯式的早餐啊，一个人大概要台币500块，而且采预约制，至少要超过20个人才会开足，不是你想吃啊就吃得到的。这里啊，除了能吃到最传统的早餐之外，我倒是很喜欢这种跟各国观光客一起吃饭，一边听阿拉伯人的历史。每多吃一口当地的食物，就让我的美食日记啊多了一份精彩啊。像这个时候，我就很庆幸我的工作就是吃饭。你看像不像新竹的炒米粉？像，其实你可以跟我互动一点，因为像新竹的炒米粉，本来以为是米粉，但吃起来其实它不是，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意大利那个 angel hair， 就是那个天使发的那个发线发面，天使面啊，它是把它稍微干了之后呢，再用一些酱汁稍微去干的去煸它，所以它其实有点甜哦。对啊，它是，吃起来有点咬劲，然后带一点甜味。重点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他们说叫什么？饼。一个饼是不是？我们就姑且叫它叫馕好了啦。cheese， 他刚刚说是用骆驼奶做，是真的吗？不是，不是啊，因为他刚刚说如果吃了骆驼奶之后比较容易学这个阿拉伯话，先试试看它的cheese的味道。
哦，它是生cheese。哦，所谓的生cheese是它没有发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但它吃起来像什么你知道吗？像是很浓很浓的奶粉，没有什么水，那个奶粉泡出来那种勾勾那种感觉，但是它的奶味又非常有。哦，那你如果加它这个是 syrup， 就是糖水糖浆，你这个奶加了糖浆之后，吃起来像什么你知道吗？你讲，你觉得像什么？你一定跟我想法一样，我讲你就会知道，好吧？像牛奶糖，像不像？哦，生有。对，就是完全你看，我一讲他就知道，你试试看，就是生有牛奶糖，是不是？对，一模一样。原来牛奶糖从阿拉伯出来的，哦，然后再把这个饼啊，我们来吃吃看。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哦，你就想象一下，溶掉的牛奶糖淋在面包上，就那味道，对不对？哦，你是急着要吃东西不互动的人，哎，我说 Zara， 吃归吃，可是你还是要理我啊！在所有的早餐里，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个牛奶糖面包。这个面包有点像常吃的双胞胎，淋上了生cheese和糖浆之后呢，咬下去立刻有牛奶的香味冲上来，还有滑嫩慕斯的口感，再加上面包炸过的酥脆啊，难怪这个一上桌啊，立刻就被扫盘了。另外我还发现哦，阿拉伯人原来很讲究养生就像这个鹰嘴豆啊，是他们早餐的主食。你问我那又怎么样？我告诉你，鹰嘴豆啊，被许多国家列为特殊的营养食品，他们号称黄金豆。记得来的时候啊，多吃一点哦，这样啊才能够回本。接下来是到上街做食材考察的时候喽。事情大条了。哦，你要是讲食材，我是没什么问题。可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玫瑰，这个是好像中药行，这个好像是肉桂之类的。可是这石头是干什么的？原则上应该是拿来烧的才对，因为它这边放了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你看，这个也太大颗了吧？这怎么烧？这是粉笔吧？小孩子在那画那个跳格子用的。What is this? That's indigo. Indigo. Indigo? What's that? This is natural dye for clothes. Nike. This coloring clothes, you know. Oh, You make the powder to mix the water and put your jeans to become new blue color. 你猜对。Oh, you smart. You smart. And what is that? What is this for? This is for burning. You mean like this? This for burning. For smell, you know. Smell? Yeah. This is frankincense. This come from the tree sap. A tree. Yeah. This is not stone. No stone. This is a tree sap. You know. This is this tree bark. You know. This is tree bark. Yeah. 这不是石头这是木头This is this Arabic using chewing gum. You know, Chewing gum? Yeah, you can try this one. This bitter taste is good for stomach. You know. You mean eat it? Yes, of course. You eat. Right. Are you okay? Really? Yes. Really? You fan? Eat it? Yeah. I love this. Try. 去哪里？ Yeah, no problem.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This Arabic using. 味道怎么样？啊？味道怪怪的吗？怎么可能？这个他们吃的。 Cameraman finish. You can eat edible or you just joke? No, this food eating. Oh really? Yes. You have a throat pain, you know. You have a throat pain. You put the hot water to keep the 10 minutes. Then drinking, that's good for throat pain. 哦，我在吃樟脑丸哦。听到樟脑丸不用我多说，你们就知道味道是怎么样了吧？阿拉伯人对香料真的是情有独钟，就像是四川人对辣的坚持是一样的。而且这个香料市场真的很过分他把丁香、茴香、番红花、豆蔻、肉桂、熏香、干果等色彩丰富的香料一袋袋的敞开放在店门口，各种香料五颜六色奇异的香味又扑鼻而来像我们这种观光客怎么挡得住？
重点是哦，香料又分为矿物、植物、调味料、芬芳剂，全部一网打尽，什么都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但是啊，我没有想到香料竟然还有这个好处啊！ This, your wife is too much talking. My wife too much talking? Yeah, you burn the nights. After never talking. Really? She died? Never talking. 他说只要你太太或者你女朋友太吵 ，Only this? 就好。只要你太太太吵，你晚上烧这个1个晚上之后，他隔天就不再吵你。我有问他说他是死的嘛？他说他不知道。Is it dangerous? Not dangerous. You know, this is the evil eye. Evil? Evil eye. Evil eye. This is limestone and mirror and frankincense all mixing. In the Arabic myth, you know, this is this you burn. The evil goes away the room. You know, this is bad eyes, bad spirit. You know, some jealousy, something you burn. Everything's gone. Yeah. Every bad thing. If your wife is too much talking, you burn this. 他说啊，这个叫 evil eye， 就是撒旦的眼睛啊，就是恶魔之眼。然后还有很多东西放在里面，然后他只要把这个东西烧了之后，他就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赶走，包括你那个很吵的女朋友或是太太都可以。Any else for wife? No. Only this? This one for wife, you know. This is for wife? Yes. But it's too much energy. Yeah, you energy, you make energy. 他说这个就是也是为太太啦，因为你喝了之后你会很强壮，对太太好嘛。可是我们不是，我们这样太太安静，不一样。这段应该会剪掉的。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Oh, this is good. 包2斤。怎么样啊，男性朋友们，是不是羡慕我有这个香料啊？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啊，阿拉伯人认为香气会带来给他们好处，所以呢会把衣服吊在烟雾的上方，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把香料的好运气啊一直穿在身上，而且香味还可以持续1整个礼拜哦。另外我还发现他们对香气啊真的很执着。连大自然各种天然矿石啊，都可以拿来磨成粉末，或直接拿来烧，不放过任何可以散发出香味的东西。这种态度啊，就跟我不放过任何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啦，很好，我非常喜欢。但是这个香料怎么能够喂饱我嘞？走啊，吃饭去了。我现在人在阿拉伯啊，我想我们华人对阿拉伯文化都很陌生。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阿拉伯的历史。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非常了解我到底在说些什么吧。依我们的默契呀，那这段旁白我就不出声喽。什么？看不懂？好了，我再解释一次啊。杜拜人以前呢，就是沿着杜拜河发展的小渔村，不论是建筑物的泥砖墙嘞，或是陶罐容器，一律采用浅色系，为了呢就是不吸热。另外你们是不是以为阿拉伯女人戴黑面罩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啊？对啦，这样讲也没错啦。可是有一半是因为沙漠的太阳太大了，是要遮阳啦。接下来这个东西相信你们会很有兴趣。刚刚的那段 open 呢，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得很清楚，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们的文化，我只能用我的肢体语言来告诉你。现在这边的这个餐，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不懂怎么吃。不过你不用担心，在我右手边出现了一位这次可以帮助我们的人。My name is James. My name is Khatem. Khatem. Yes. Oh,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Are you a chef here? Yes. Al-Fanar restaurant. Pardon me? Al-Fanar restaurant chef. Al-Fanar chef. Al-Fanar. Al-Fanar. Yes. Okay. So, which one I should eat first? 先吃什么 Should be you start the soup. The soup? Yes. OK. 扁豆的汤，豆汤，把这个柠檬嘞挤到汤里面来，然后就这样。他说这个是他们每次在阿拉伯这边的世界用餐的时候嘞，会先喝汤，从汤开始。哦，very good。
它那个豆的那个沙沙的感觉，你知道豆泥啊磨成沙沙的，跟汤结合在一起，喝起来它那个口感有点像我们在喝那个绿豆沙牛奶。This is very good. So anytime when you have like a lunch or dinner, you start from the soup. Yes, the starting the soup. 哦，在这边反正任何时候吃饭的时候，汤先来。Then what will be the next one? Then you go to the biryani, laham. Oh, okay. Yeah. Rice. Rice. Yeah. Indian basmati. 哎呦，他说这个是饭，可是它有这么长哎。Indian basmati. 哦 ，Indian rice. Basmati rice. Basmati rice. Yeah. 这个是印度的香米啦，就是我们讲说长米，它是属于干一点哦。它要先拿它的时候，因为它是松的，你这样拿不起来，所以你拿的时候你要先怎样？压住，压好没有？它会成型，压好，你拿起来变这样子。哦，那个意思哦。然后压好之后，对不对？拿过来这只指头，这样你要把它推出来，就像这样。哦，那就是，重新再来一次。它那还这样压的，对不对？压好，有没有？然后这样就变汤匙了，进到你嘴巴这样，然后就用这手指推。Good. Good. 哦，我的朋友们，这样你就懂得手抓饭应该怎么吃了吧？这个羊肉炖饭啊，可是想吃中东料理最基本的入门款哦。大厨啊，光处理这个印度长米就要花上1个小时。先加基本的香料，再倒入精华的羊肉汁，煮开后呢，才放入生米，让米饭的颜色偏黄之外，又会带点羊肉的香味。虽然吃起来比较干呐，但是啊，单吃米粒又会有微微的香味在你嘴里，有回甘的感觉哦。至于这道咸鱼椰枣饭，更是阿拉伯人的经典菜。他把椰枣糖浆啊和在饭里，吃起来呢就跟我们的甜米糕很像。但是这个椰枣饭却让我非常的惊艳，因为他把椰枣的甜啊全都化开，不腻口。当了30年的国厨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他讲说啊，如果说你要我讲中餐，说意思说中餐可能10分钟可以做出来，可是像阿拉伯的菜，任何一道菜，如果真的你要跟他说你要介绍他们，就是时间哦。他们必须比如说把羊肉呢要先切完之后，要煮过之后煮成汤之后熬成汤，再把饭放进去，最起码像这一盘。羊肉的就要1个钟头，那这个鱼的甜的饭也要1个钟头。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真的跟人家介绍阿拉伯菜，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时间 time。 This is the very also Dessert? very old dessert. This is dessert too. In Arabic, traditional dessert. 就是很技术味 dessert 阿拉伯。他把面粉2号下去炒干之后，再把红枣，然后放一点茴香进去，然后把它拌一拌之后。然后就形成了这边的传统味道的 desser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tried this. Yeah. That's good. This is good. Here, I come in your country, China, Beijing. Beijing? Changyang Hotel. Oh, you went there? Yeah. Shanghai. Changyang. Yeah? 哦，沈阳啦。哦，沈阳。So for what kind of purpose you went? Because my boss going to there, then I cooking for him. You're cooking for him. Prince. Oh. So you are the chef only for king. 啊，他是专门御厨啦，哦，就是国厨啦。哎呦，失敬啊！难怪这里的食物啊就是特别的好。画面上看到它啊，就是 QQ 蛋的祖先，也是杜拜传统的甜点，叫做卢卡妹。除了用面粉一起下锅炸的共同点之外啊，要搭配新鲜的椰枣糖浆一起吃。告诉你哦，不但不甜腻啊，还很刷嘴哦。至于这个烤椰枣啊，也是要等上半个小时，因为椰枣必须先切碎后拿去烤。等到上菜前啊，加入茴香，让稍微有苦味的茴香去带出椰枣的甜。哦，原来阿拉伯人真的很懂吃哎。接下来跟着我一起穿越时空，这家餐厅装潢风格啊。可是还原的60年代还没有开发的杜拜，保留了许多老杜拜的家具建筑风格。看到这里啊，我有个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类的文明啊，造就了很多塔哦，每个塔的功能都不一样，有的像是采光用的塔哦，那可是有的是这个权威的代表，比如说像是塔越高，代表它的权力越高。但是我后面的这个塔
是不一样，这个塔是盖什么？这个叫做疾风塔，或者叫做疾风楼。哦，早期怎么样？在杜拜这边啊，阿拉伯国家是非常非常热，因为它本身没有空调，所以它等于是在一个实质的情况之下嘞，风一吹过来，撞到了这个塔之后呢，风就开始往下灌，一灌整个下面里面都非常的凉爽。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你现在所看到的只是装饰品。早期他们是用什么？你看到那一只一只的木头有吗？他们是用什么？是用木头架着这个布嘞，让它整个风塔造成，整个这样形成出来。但是现在当然只是装饰啦，而这样的装饰品也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景象。我们再来看看到底还有什么塔。你现在画面上所看到这个塔，就是象征地位崇高的塔。塔越高，塔数越多，代表了它的地位越高。画面上你现在看到这个清真寺啊，它就在阿布达比。哦，这样的清真寺在全阿拉伯大公国里面是排名第1，全世界是排名第8。你现在看到就是我所说的第3个塔。这次已经介绍的第1个塔是风塔，它是属于什么功能性；第2个塔是什么？是宗教性，就是那个清真寺的高塔。这个就是第3个塔，好不好？但是我要找的那个塔不是这个塔，我说的那个塔对我来说啊是最重要的，是最务实，就这个东西，对不对？它叫杯子塔，这个不是给我吃的吧？杯子蛋糕塔。是啊，是这给你吃的。不是给我吃的。是。No， 这不是给我吃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嗨它上面都有女性用的包包啊？为什么？你有看到这边很多贵妇吗？所以说嘛，这不是给我吃的嘛，是给你吃的。贵妇下午茶。我们今天就把这边当成是贵妇，你来吃，我在旁边伺候你。 OK。还 OK 的，不可能，不可能，就是我吃，好不好？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它下面呢是杯子蛋糕去做的，然后上面的话是慕斯类的，譬如说它有各种口味，香蕉啊、巧克力啊这些梅子类的东西，所以上面是慕斯，下面是杯子蛋糕。然后它这个皮包的造型，就是因为这边真的很多贵妇来。它非常的甜。我个人呐，如果说我放眼看去啊，好了，现在到了猜猜看的时间。这边有6个，你觉得我猜哪个？红色的，这个啊。好，你觉得哪一个？巧克力是，你觉得哪一个？蓝莓 cheese。还是你了解我？错了，不一样。这个东西我敢肯定是里面我个人呐最爱吃。其实我也看那个看好久。你刚刚是挑这个哦，不好意思哦，你刚挑这个，这是我挑的哦。蓝莓啊跟 cheese 啊是最搭的一个东西。Zara， 不错哦，有默契。看画面上啊的私人游艇，是不是又让你开始羡慕起阿拉伯人的奢侈呢？没关系，你可以来这栋阿布达比新开的高塔，在大厅啊一边看着阿拉伯海，一边啊像这些阿拉伯贵妇一样悠闲的吃个下午茶，享受甜点带给你的幸福。而且如果你刚好跟我一样是个舍不得花大钱买包包的勤俭人家，来这里就对了，因为啊你可以花小钱把这些包包吃下肚，有道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啊，只在乎曾经拥有嘛。但是身为老板的我倒是挺欣赏他们的创意，用蛋糕啊一来满足女性的口腹之欲，二来啊满足物质上的需求，聪明呢。是骆驼奶咖啡。骆驼奶，骆驼奶咖啡，这个东西，这一段非常厉害。这是一个德国米其林厨师专门为这个饭店调的这个阿拉伯咖啡的香料，所以你等一下喝的时候可以加。你说把它加在上面去？对，加进去。有豆蔻，有肉桂，有一点茴香，是不是？对，它有一个长长的，应该是茴香。哦，有豆蔻，有肉桂，有茴香。它这边没有写吗？啊，没有写。厨师这种看薄的行为是最要不得的。你是加汤是不是？加那么多？哎呦，哦，它那个肉桂的味道就很明显的出来。我来试试看。哦。它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在土耳其啊那边有一种
咖啡不是真的咖啡，是用那个肉桂豆蔻豆蔻做出来的。其实阿拉伯咖啡它就是豆蔻做的，对不对？对。所以它这个对阿拉伯人来说会觉得比较接近那个豆蔻的感觉。我觉得蛮好喝的。你有喝吗？可以试。你敢喝吗？可以。来。顺。而且哦，我觉得这个骆驼奶它的味道比牛奶稍微再重一点，所以相对的跟咖啡结合起来的时候，它那个咖啡本来就有点苦涩味，但那奶味如果再重一点的话，我觉得刚刚好可以 balance。它的这个口感对我来说，我觉得不输牛奶。哦，我最讨厌的那种人就是这样，用咖啡然后做成，比如说像卡布奇诺，但是他用那个低脂。所以加这个，我个人觉得它跟那个骆驼奶跟咖啡是一个新体验，但是我可以接受。哎，差不多该出发了，你可能不太知道，那个空姐啊，那个阿美亚，她跟我讲，她说要去一个地方叫星期五市场，那个市集，她说是到时候那个是南北闸，我只有礼拜五开，她听说是2个山中间有没有？然后一穿过去就可以看到很多市集啊，卖骆驼的，卖地毯的，卖人，没有人，是没有卖骆驼，没有卖骆驼，对，很热闹这样子。你知道那个地方吗？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你带我去，千万要带我去。这个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我离开，你到底该怎么做，你知不知道？好不好？他知道怎么做。到了，开了2个小时的车程呢。真的跟空姐讲的一样，那个整个景观呢都不一样。你看那个山，2座山中间的峡谷中间一堆商家在这个地方，哇！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跟我们平常这几天看到的不一样。这个景观你看，哦，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哦，这边附近啊最少有100家都在卖水果，对还不对啊？而且差不多，50家一模一样，都卖玉米。山里面在卖游泳圈，切，有啦，还有20家卖地毯。2个钟头我们回去吧。哎，开个2个小时的车啊，从杜拜路上的人造建筑到这种不敢左看右看啊，都像是月球表面的石头山，真的会感觉很失落有种被世界遗忘的 feel。这个富吉拉的市集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啊，从很久以前，附近酋长国的居民每到礼拜五都会来这里清真寺洗澡，顺便带一些特产来交换，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Friday Market。有市集，我就不相信没有东西吃，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但是啊，在这之前有事情我必须先处理一下。胜利卡衰。昨天那个空姐一讲到这个地方很兴奋，在兴奋什么？因为富吉拉它那边有个海滩，所以它应该是海滩度假村那边。没有，我们讲到星期五市场，他也说星期五市场啊。星期五市场特色就是水果2排都是卖水果的，但是水果很甜。但是水果很甜。对，真的。台湾没有水果吗？台湾是有，但是在这边杜拜的水果就没有那么甜了。好。你就当做找东西买，当做一个休息站。好，找东西买。好。这样好了，你帮我问他，为什么大家都卖水果？他不能卖点别的吗？这样不是比较商机吗？ Yeah, why everybody here? Nobody. From Oman, from Kenya. We know why everybody sell all food, not All the same. Why? All the same, local myself from Oman, from. But nobody think we can maybe open the restaurant here or open the different kind of. 他们就是觉得，就是整排我卖水果，就是要大家统一卖水果。他们觉得集中了，大家都知道，然后还可以赚钱。但问题是，这样竞争不是比较高吗？对不对？对，既然来到这那个，我要买那个红薯。什么意思？韩吉啦。你要买韩吉？对啊。Sweet potato。这韩吉不错，比较大。你买韩吉就算了，你给我买生的韩吉，叫我怎么吃？生的韩吉怎么吃？没有，要买回去用水煮，或者用电锅蒸。回去你就买回台湾吗？不是，我买回杜拜。这什么东西 ？What is this？ This is牛奶干的哟，有听过牛肉干？有没有？有听过猪肉干？你有听过牛奶干吗？没有。
现在要来尝试我人生的第一个牛奶干。这很浓哎，你吃过吗？没有。来，这是我不敢喝牛奶。没关系。哦。我鬼爸给我1个热腾龙，2个热，凶咸的。哦，他就是卖这个，虽然就口渴，口渴了就买水果。哦，是这样子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在这种一毛不拔的石头山里啊，明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可是啊，这个市集还是会批一大堆的新鲜蔬果来卖。你们看到画面上观光客后面的游泳圈了吗？因为这里离还没有被污染的阿曼海湾距离大概是最多20分钟，大家开了那么久的车程啊，当然要下车买一些当地的特产，边玩边吃喽。至于这个奶干呐，味道真的很特别。撇开它的口感不说啊，味道大概就像是卡豆奇灌羊一样的咸呐。电视机前的你别轻易尝试啊，因为你绝对顶不住啊。接下来这个食物不要踩我哦。美食的精神呢，就是要努力的try，所以我才可以吃到它的特别啊，是不是？QQ 完全不甜呢。不甜啊。这不甜玉米吗？他说是 sweet corn。不用了。甜的。我越来越敬佩阿拉伯这边的人。哦，当然，我想他加了柠檬又加了盐巴，可能是因为这边气候的原因。哦，因为我常讲说这边气候热啊，要加点柠檬，加点盐巴，去补充你的电解质。除了加柠檬，还可以加点别的。Can we add onion? You have spicy? 辣哦，还可以加辣。很绕对不对？多吃我，多加卫生纸。Allow me。好，讲好点。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不一样？这排就是芒果可以买，橘子可以买，香蕉可以买，还有地瓜啊，对，我地瓜还没买啊。你去买地瓜。好。我们把车开走。这种环境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你不觉得吗？对啊，对不对？多好的环境。对啊。这边你说有几个国家5个国家嘛，对不对？东地中海挑5个国家，然后每个国家他们都有一些代表的菜色这样子。Is it the beef tartar? Yeah. Is the raw beef? It's beef. Fresh beef? Yeah. Fresh. I can tell a minute. Yeah. This one, no, it's from Syria. Syria. Yes. Syria 是叙利亚啊，叙利亚，叙利亚也是生牛肉，试试看啊。我跟你说，这个啊，你也会喜欢。它整个里面的辣度啊，跟咸度啊，你如果眼睛闭起来吃的话，你会有个很大的错觉，是什么？就是生牛肉加了豆瓣酱进去，它上面有一些豆，就米的部分，有没有？这些东西在你嘴巴里面的口感是很舒服哦。眼睛闭起来乍吃，有点像豆瓣酱跟牛肉加在一起。然后整个下面的那个菜的脆度是舒服，没爱哦。再来吃这个东西，你没有看错，你猜这是什么？这个，我只能给你看这样，你猜是什么？鱼吗？鱼是不是？好，你猜是什么？远远看，不要太近，这是什么？鱼啊！所以说你这些是外行。我告诉你，西瓜。西瓜。西米吧？什么啥西米？你骗你！这有西瓜籽，你没看到吗？哦，这一块是
这是 cheese 吗 cheese， ？cheese 配西瓜是很搭的。真的哦。他说这个 cheese 是阿拉伯国家才有的 cheese，叫哈鲁米 cheese。哈鲁米 cheese。对。好，我就先来喽。很好吃哦，它的确实是有点弹性，一点点，偏有点硬，但是确实本身那个咸度跟西瓜的甜，整个 balance 抓好了之后呢，上面的酱汁再淋上去，想吃吗？想吃，当然想吃。我到现在啊，也好想再吃一口啊。我们现在在阿布达比，经理说啊，这里是地球村的缩影啊，观光客更是什么国籍都有，所以餐厅才会选择东地中海的料理，因为既有中东的文化，又有西方的精神啊。在这，容我更正一下，这道啊其实是土耳其的生牛肉。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哦，土耳其料理啊融合了中亚、中东、地中海的特色，可是跟中国菜、法国菜啊并称世界3大菜系哦。等等我，有一天啊，我一定会带你们再去吃的。至于这道黎巴嫩料理啊，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对，就是你，猜猜看，那个鲜红色的厚片和表面稍微焦黑的黑色白肉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告诉你，这可是西瓜跟 cheese 啊一起携手合作的料理。这个 cheese 啊，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吃起来呢味道有点微微的咸香，咬起来也比较结实。煎过之后，表皮的焦香味啊，让 cheese 的腻度啊消失不见，真的是很厉害哦。到现在回来台湾，我还想吃哦。今天简单单教你环地中海，你只要跟着我，待会拐个弯，意大利或是这个希腊就到了，好不好？就这边，好不好？我们从这边过来，注意喽！我现在转过来，好不好？是不是就到了？对不对？这个是 What is this from? Scallops is from Syria, from Lebanon. Also. Greece. 希腊。Greece. 这个啊，我非常期待，真的非常期待，因为啊，一个好的扇贝啊，你烤得好的话，它里面，你赶快买了，这个，你看，哟，弹性，就代表它是一个好的，来喽。对，它上面这个面包粉啊，跟蒜啊，它烤得很香。如果说你现在手上有面包，你吃点面包沾着这个橄榄油吃，特别好吃。好，这个好。再来，这个是哪里的 ？What is this from? This one is from Syria. Syria 是哪里？叙利亚。啊，叙利亚。那你是不是都搞错了？刚刚那边有叙利亚，这边有叙利亚。没有，我觉得这个我在埃及吃过，面包的那种感觉。面包，但是外面是炸过的。形容的好像有这个样子。然后，那里面放了这香料之后呢，你吃起来口感是什么？像马粉啊？炸药的，像马粉外面炸过的感觉。老实说啊，这道希腊烤扇贝啊，可是让我对希腊菜非常的好奇。身为厨师，我多少还是有点研究的。烤炸甜啊，堪称是希腊料理的3绝，变化性不大。如果用简单的字眼来形容，我会说家常、直爽和简单。像这道烤扇贝啊，只用橄榄油、番茄、面包屑葱来混搭。大厨说是为了要保住扇贝的鲜甜。另外画面上啊，这个肥辣肥啊，也就是法拉费啊，它是把鹰嘴豆啊磨成泥，再加上松子、橄榄和面粉后拿去油炸，口感相当的松脆。而且法拉费虽然是从埃及发源的，可是啊，它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应该跟我们的咸酥鸡有的拼哦。今天东地中海啊吃的有点不太过瘾，因为毕竟不是在当地吃的。有机会啊，一定吃给你们看。不过是不是少了哪个国家啊？这个是用手工做的 pasta 哦。对，他说这个是手工的。它怎么弄得像绳子一样哦？你看它一节一节的这样，好像这样的 pasta 很难得看到。你看它就像那种小绳子一样这样。试试看。它口感很明显。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干燥的意大利面不一样，它是比较
绵软一点，然后可是里面是扎实，哎，新鲜的，新鲜的，别拜哈，很有嚼劲。而且很奇怪，只要是这种青酱的，它一定跟松子搭，对，一定跟松子搭，很少有那种跟别的东西搭，这应该也是因为口感吧。这样子的一个蛋餐饮就开了半年，对，超过5个月，那台湾人来这边住在这边多不多？目前比较少，比较少，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地标。地标，对，有没有听到？你只要进到阿布达比，你看到一栋楼歪歪的嘛？对，倾斜的，就是这栋，很好。我们今天是哪里？是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意大利、希腊。哦，目前这个最后一个是意大利。好，我们现在把意大利东西放上去，我们再往下面继续走。主要是我们会经过哪边？会经过西班牙，会经过地中海有哪几个国家？意大利再往上的话，到德国、法国，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往下继续走，走了之后我们就吃下一个，看视频给你看。还有吗？没有了啦，没了。这边就是东地中海，哦，目前这边吃到东地中海，对，那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放过去啊，它这边是停了，再来它又往这里盖过去，会把整个地中海就整个绕过去。哦，那今天没有办法，只能介绍东地中海的5个地方。盯紧我们的练习，好不好？我们会有机会一个一个再往下介绍，千万要仔细看清楚我们的节目，好不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肥皂，它跟牛奶加盐巴，非常非常的浓。为什么在拍哦？我没办法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我跟你讲，出来出外景就是这样，没有那种喝水，回来。没有喝水，拿走，不准，拿走。啊，最好喝，可以吗？出外面出外景要像我这种，对吧？什么吃下去要镇定。比如说喝水，我就喝一点就好，不要喝多。没有水。灌下去。好多了。这个清真寺啊，是在阿布达比，它是阿拉伯联合公国里面呢最高的一个塔，全世界排名第8。第一个是在什么地方？麦加。重来，飘走。